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的视频继续往下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拆这个主板啊，由于它这个也是跟上一代一样双层设计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先分层，然后呢拆硬盘，那么拆 CPU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先把主板放上去啊，开机。好，现在150度了啊，我看一下还能不能动。因为上一代的话大概150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啊 ，OK， 我们直接把它拿下来。哇，我太难了。老铁，最近我压力很大。哦，这个，这主板里面元器件感觉看着很舒服。好，刚才我们这个板拿下来的时候热的手摔了一下，我们先看能不能开机。单板啊，我们单板看能不能进系统。先夹个地啊，由于我没有这个桌子，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夹电了。好，我开下机试一下啊。好，电流上来了啊。看一下屏能亮不？好 ，OK， 屏已经亮了啊。我们看能不能进系统啊？现在是单板的状态，单上层板啊。这是大的，Max 啊，可以进系统啊，可以，没问题啊，触摸一切都正常。那这个逻辑呢，非常的好啊。我们刚才把单层主板拿来开机装屏呢，也可以进系统，然后我还可以触摸。那在后期的维修来说，我觉得会更方便啊，因为以前的话它是触摸桌子呢在下层板啊，这样子每次修完以后需要扣上下层去测试，就比较麻烦。那么现在它在上层板呢，对于我们后期的维修来说是更方便一些。再一个就是后期如果保资料的话呢，上层板只要 OK 就行了，下层板其实不重要啊，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拆硬盘。先把硬盘的这个边胶呢给它除掉啊，它这个四边呢都是小件啊，所以我们要除一下，要不然很多小件会带下来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选择从这个地方下刀。从这个地方下刀，可以拿掉2个电容啊，这样会方便一些。你也可以不拿掉，直接从这样进也可以。我确认拿掉的话，下来会更舒服一些。那么直接把这2个电容搞掉。这个角度下刀呢，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啊。可以，完美啊！我放显微下面看一下 ，OK 啊，非常完美。我们先放上油，然后呢，烙铁给它脱下锡。其实这个硬盘的脚位呢，它跟上一代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不知道通不通用，到时候我们可以试验一下。好。吸一下屏，你可以用吸再稍微带点力啊，先搓掉一些胶，到时候刮的话很好刮。OK 了，搞得干净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 啊，还剩一点边胶，那我们现在把胶给除掉。先从这边吧，反正都一样，不管从哪边都是一样的。
其实呢，它这几代的这个机型，硬盘都差不多，XS Max、XR，它们的硬盘底角都差不多，只是它的原生的底层不同而已。其实用也是可以用，只是要有那个写原生底层的这个机器吧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了解一下。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我们先把硬盘直系直好，然后等会我们先单板开下机，看这个电流跟上一代有没有区别。硬盘上呢没有什么胶哈，没有残留什么，这个都不影响，我们直接直就好了。我们拿了一个8代的直系网啊，是一样的。好，上吸。OK， 插一下啊。上枪。好 ，OK。我们先把硬盘呢先放一边，然后夹电先看一下这个不装硬盘是什么电流。50啊，50跟上一代差不多。那我们现在先装硬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放点焊油啊，不要多，有一点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把它的位置给它放准一点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开始吹。OK。好，我们再开机试一下。点开机键。上来了啊 ，OK， 看能不能走，好，定的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拆 CPU， 我们先除边胶啊，把它的边胶给除掉，先从这边吧，哇，它这个四周真的是密密麻麻，全部都是小件啊。所以在除胶的时候呢，也要小心，尽可能不要把小件搞掉，因为现在呢，这个东西是稀缺品啊，搞掉了，你去对去找也比较麻烦。当然可能有啊，别的机上也可以去拆，但是麻烦嘛。这样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拿出来开始撬。我们从这里下刀啊，从这个角落。一直。OK， 好，我们放显微下面看一下啊，还可以吧，这边锡爆的比较多，还行，看 CPU 下面还 OK 啊，那我们先把焊盘清理掉。先放焊油，老铁换下锡，
这一代这个小件好像比上一代还要多啊，边上一圈全是，密密麻麻的。拖的时候烙铁尽可能不要带到小件，有的时候烙铁的温度比较高，然后呢上面又有低温的锡，一带掉下来到时候补又比较麻烦。好，锡带吸一下啊，称的话稍微轻一点啊，别到时候太用力了把点蹭掉，可以把胶蹭掉一点点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其实整个的操作呢，也是跟上一代或者上上代也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唯独一点不同的就是因为它是新款。好，这边把多的切点掉啊。好，刷下干净啊，然后看还有多少胶。你要是垫一个布垫在下面刷布的话呢，脏东西都会在布上。如果你单单用刷子刷的话，可能脏东西在刷子上，越刷越不干净啊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OK， 还有一些小地方呢，我们除下胶。好了，基本上已经很 OK 了啊，没问题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处理 CPU， 先放点上油，把多余的锡呢给它清理掉。烫 CPU 的时候，烙铁不要整个上去啊，尽可能轻一点，因为也不知道这个 CPU 耐不耐温呢，给多了怕它死。好，差不多了，那量一下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用另外一种除胶的方式哈，就这个解胶水。这个解胶水，当时我朋友做了，发了1箱过来，然后好像现在是断货了，但是我这里还有，我倒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。好，我们先倒一点，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那我们放这里不动它啊，看个5分钟左右，它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它现在已经在腐蚀这个胶了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到。好，现在大概5分钟左右了，我们用刀片碰一下看那个胶有没有碎。哇，已经很明显了，看到吗？这个胶已经差不多了啊。已经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刀片把它刮掉，试一下啊。哦哟，这个就很方便了啊，就是时间可能会长一点点啊，不过还是可以的。那么修手机嘛，尽量能把风险降到最低，那是最好的啊。不过我还是不太喜欢用这个方式，我还是希望用手工，用风枪吹。这个效果已经非常完美了，这个胶啊已经完全被它烫化了那种感觉。好，中间呢还剩余由于很多锡啊，我们刀片抠不到，我们刷子刷一下看能不能刷得掉。好，剩余一点我用烙铁拖一下线。把这些没有换到的锡都换一下。好 ，OK， 稍微量一下啊，我们再刷一下，把剩余一点的渣子给它刷掉。
还算完美啊，还有一点点小斑小迹，我们再搞一点水，让它更完美一点。好，用刀片试一下啊，因为这么一点的话，应该轻轻的就可以烫掉了。好，可以。好 ，OK 了。这个方法呢，什么都好哈，就是有点慢，其他的都很好，完美啊，非常完美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止吸。由于呢这个机子呢是新款的，就没有厂商在做这个止吸网，那我还特意去工厂打了一块这个止吸网，要不然也没办法止吸啊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孔打的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试一下啊，可以呀，还是很完美的啊，每个洞都很标准，对吧？每个洞都很标准，这里有点脏，我们要刷一下，要不然不好吃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直下去试一下啊，看这个打的怎么样。好 ，OK， 清一清。试试看啊。稍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小珠搞掉，要不然跑进去就功亏一篑了。好，哎，还有一颗啊。还有中间一点点了哈，轻轻的扫一下，不要着急，毕竟这个碗呢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设计就直接做出来了。OK 啊。哦，非常好啊。这个止吸网呢，我们没有怎么设计啊，就是扫描了一下它整个的这个大小，然后呢就打出来了，还不错啊，非常对位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这多余的吸给它搞掉啊。这时候千万呢，先不要归位了，万一把这个小珠子呢吹上去，你得又重新来，就比较麻烦。所以这个细节要多注意一些。你也可以直接用刷子刷啊，我怕那刷的缝里面没看见，我就先给它清理一下，像这个小缝里面还有一点。OK， 差不多，再用干净的刷子刷一下。很好啊，归一下位，看一下完美的效果。OK， 很好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装上去了啊。我们把主板拿过来。那么在装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下不装 CPU 的电流，好吧？啊，我们把整个系统都做一遍。好，现在是呢没有 CPU 的状态啊，我们来开一下机，看一下是什么电流，应该是10到20毫安左右吧。好，14啊，
10摄左右，那么也算是跟上一代差不多了。装芯片的话呢，我们就不在显微下面装了哈，因为还得在外面装，这个比较大，那风枪加的不是很均匀啊。好，我们先给它放一点焊油，然后要准备装了。好，我们来吹啊。轻轻动一下。OK， 一股青烟，好香啊！稍微再凉一会啊，别那么着急。好，差不多。我们再加点试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开下机，看一下 O 不 OK 啊？不知道会不会翻车。哎，开了啊！开机了。我们看能不能上去。好，上来了。然后我们装上屏，再试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装上屏呢，再开机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亮啊。好，亮起来了啊。OK， 我们看能不能进系统。好 ，OK 了。Hello。啊，就是灯光比较暗啊，比较暗，因为我没有装这个面容，所以它的感光会差一些。看这个板子啊，来给一个特写。刚才呢，我们把硬盘和 CPU 都做了啊，那它跟上一代呢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将会拿一台小的这个 Polo， 然后呢，把那个检测电阻给它拆了，我们看它能不能改成一台这个 Max， 好吧？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